大家好，我是卢卡。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被称为 AI 教母的华裔科学家李飞飞。今年4月，李飞飞在学术假期创立公司 World Labs， 不到4个月就将公司的估值推到了10亿美元。World Labs 主要从事攻坚智能的研发，使人工智能具备高级推理能力，可以让 AI 与现实环境进行互动。这位 AI 领域的顶级科学家是如何从中国成都走向世界的？刚到美国时，他的生活有多惨？酷爱物理的他为何转而研究人工智能？他的成名之路有多曲折？他的家庭和大部分中国家庭有什么不同？他如何看待 AI 的未来和威胁？李飞飞1976年出生于中国北京，却在成都长大，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而母亲曾是老师，后来转做行政工作。他的父亲用李飞飞自己的话来说，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父亲，更像是个朋友或者玩伴。父亲经常带着年幼的飞飞出去玩，去公园，去乡间，去捉蝴蝶，去观察水牛，或者把竹节虫抓回家当宠物。李飞飞在自传中写道，父亲对他的影响，给我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想要去探索视野之外的地方。父亲像一个大男孩一样，给李飞飞的童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责任，他做得并不好。李飞飞出生当天，母亲在产房痛得死去活来，父亲却姗姗来迟。不是因为交通阻塞或者突然有急事儿，而是他一时兴起，待在附近的公园赏鸟，忘了时间。父亲对文字游戏情有独钟，这件事让他联想到一个字，就是飞。这个字是象形字，模拟鸟儿振翅起飞的样子。李飞飞这个多年后享誉国际的名字就这样产生了。父亲是一个困在成人躯体中的孩子，李飞飞的母亲则是一个被困在平庸生活里的知识女性。母亲的祖母是晚清第一代上大学的女性，从儿时开始，父母就要求她不仅要学习，还要通过行动把知识运用起来，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探索这个世界。这股力量将她推向班级第1名的位置，将来她想要念哪所大学似乎都不成问题。但是由于家庭和国民党有关联，这样的出身注定了她一生的苦难。学校的老师、校长总是有意无意的泼冷水，提醒她，就算她成绩再好，也上不了最好的学校。他们的否定无处不在，令人窒息。岁月流转，母亲的挫折感与日俱增，周围环境让她非常痛苦，想要逃离。可是，在那个封闭的时代，只能等待时机。虽然内心苦闷，母亲并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传递给年少的李飞飞，还跟她热切地分享对书的热爱。年少的李飞飞不仅熟读鲁迅和《道德经》等中文传统经典，对西方名著更是着迷，例如《第二性》《双城记》《老人与海》等。阅读也逐渐激起了李飞飞对远方世界的向往。父母对李飞飞的教育也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截然不同。当时社会对好学生、好孩子的定义是守规矩、认真听讲以及获得师长的称赞。但李飞飞的父母并不在乎这些。母亲曾告诉飞飞，努力读书不是为了老师，也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为了你自己。有一次，老师请家长，希望李飞飞不要再读那些和学习无关的西方作品，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多读学校指定的书籍。李飞飞的母亲并没有像很多同时代的父母那样，一听到老师叫家长，就准备好指责打骂孩子。她淡淡地问老师，这是飞飞要的吗？然后就带着飞飞离开了学校，留下错愕的老师。有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在80年代的中国，李飞飞可以比其他孩子更能做自己。她可以剪短发，不穿裙子，像个男人婆那样我行我素。甚至她还曾试图加入学校足球队，当然被老师以女生不能参加为由拒绝。除了父母，外祖父母也与众不同。他们家里没有大男子主义，没有习惯性的重男轻女。即使是有了孙子之后，对孙女的关爱也没有变化，尊重孩子，疼爱但坚持原则，非常现代的教育理念，在80年代，李飞飞的外祖父母就做到了。反而是学校的老师让李飞飞感受到了重男轻女。有一天，老师让女同学先走，男生留下，
老师对男同学们说：“你们是男生，天生比女生聪明，数学和科学应该是你们拿手的科目。女生慢慢的潜力会消退，分数会下降，你们是男生，不能输给女生。”这些话被躲在门外的李菲菲听得清清楚楚，她感到疑惑，也感到了一种愤怒，同时也激起了她要赢的决心。1989年，社会发生剧烈的震荡，父母为了孩子的未来，决定前往美国。可是这条路并不容易，他们决定父亲先去美国工作，等稳定之后，妈妈和李菲菲再前往会合。这一分开，再次团圆就是3年之后了。1992年，李菲菲和母亲既兴奋又忐忑地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她的新家在新泽西州一个叫做帕西潘尼的小镇。落地48小时之后，她就要开始面对上学的问题了。最先袭来的是视觉的冲击，学生和老师们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还有帽子、太阳镜、耳环和名牌背包。女孩们还可以化妆，这是她在中国学校从未看到过的。而且美国上课都是学生跑来跑去，不像中国，学生都坐在固定的教室和位置上。整个环境都热闹活泼，不拘一格，师生关系也轻松融洽。虽然语言还不通，李菲菲已经知道自己喜欢这里。在中国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李家，到了美国只能从底层开始。由于不会英语，父亲只能做修理工，母亲做收银员，而16岁的李菲菲也要打工。整个高中时期，他做过服务员、清洁工，还帮人遛过狗。一边苦练英语融入学校，一边还要打工。虽然生活条件不如国内，但是有了父亲在身边，父女俩时不时的探索之旅，还是给李菲菲带来了不少乐趣。每逢周末，他们会开车到处跑，在别人家的车库或前院寻找二手货。父亲有个特别的怪癖，就是迷恋任何源自意大利的东西，尤其是皮革制品。多年之后，李菲菲竟然给父亲找了一个意大利女婿。有一次周末，他们去了附近的普林斯顿大学，在校园内看到了爱因斯坦的雕像，让他激动不已。来到美国之后，李菲菲每天都忙着生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曾经对物理的热爱已经褪色不少，站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面前，他对物理的热爱被再次点燃。除了物理和数学，李菲菲也开始对美国历史心动。当他了解了美国的建国历史和权利法案之后，也逐渐理解了为什么父母要放弃国内的一切，千里迢迢来到美国。用成绩证明自己成了李菲菲最大的目标。他也在学校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贵人萨贝拉老师。李菲菲在自传里写道，他一点也不像那个否定女孩智力的中国老师，也不像那个嘲讽读书没用的餐厅经理。尽管言辞犀利、坦率直白，他从不像别人那样否定我，他在激励我，成功点燃我的斗志。一下课，李菲菲就往萨贝拉老师的办公室跑。渐渐的，除了请教数学问题，他们交流的内容也多了起来。当得知李菲菲阅读过大量中西方作家的作品时，萨贝拉非常惊讶，甚至还让李菲菲给他推荐书籍。萨贝拉不只是数学老师，更成为李菲菲的心理导师，当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后来，李菲菲也成为萨贝拉家的常客。萨贝拉的夫人秦恩也非常喜欢这个女孩，每次李菲菲到家里来，都会准备她最爱吃的布朗尼。李菲菲上大学后，每周都会和萨贝拉老师通电话，这份忘年交的友谊也慢慢升华成为家人般的亲情。母亲突然病重，萨贝拉老师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医疗机构。在父母决定开洗衣店，资金不够的时候，萨贝拉夫妇还主动借钱，帮助李家渡过难关。而作为高中老师的萨贝拉夫妇，家里还有即将要上大学的孩子，经济条件也并不宽裕。1995年，李菲菲凭借优异的成绩被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录取，并获得奖学金。可是，她的大学生活和大部分同学都格格不入。除了经济窘迫，大学生的社交活动她也基本没有。除了学习，就是给家里的洗衣店帮忙，还时不时要充当母亲和客人的翻译。上了大二，对物理的热爱丝毫未减，李菲菲却开始质疑这个学科的意义。她如饥似渴地阅读爱因斯坦、费曼和波尔等大科学家的传记，像上课一样认真地研究他们的历史。她发现物理学界很多的大人物在晚期对生命本身的奥秘都产生过意想不到的兴趣，甚至转向生物学研究。
李飞飞也开始审视内在，去关注活生生的人。I realize audac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universe doesn't have to be just atomic and physical world. It can be about life. And I found myself fascinated by the most mysterious topic of life, which is intelligence. 在暑假，李飞飞还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实验活动，是关于神经科学、生物学和视觉如何运作的研究。虽然实验只做了1个夏天，但是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李飞飞已判若两人。他对智能着迷，他热爱研究，他在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属感。199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即将结束，李飞飞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他渴望继续深造，但是也不得不考虑现实。家里的洗衣店利润微薄，母亲常年身体不好，没有医疗保险。高盛、美林等大公司开出优厚的薪资争取他。只要李飞飞去上班，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可以马上得到改善，父母也不用再辛苦工作。当他和母亲商量的时候，母亲对他说：“飞飞，这是你想做的吗？”这句话和在成都面对老师指责李飞飞不该读西方书籍时，母亲的反应如出一辙。虽然自己困顿了大半生，母亲自始至终都把李飞飞的需求摆在第一位，支持他追求自己的理想，从来没有要求他赚大钱。2001年，李飞飞选择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从事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但是好景不长，正在李飞飞找准了计算机视觉的研究方向如火如荼推进的时候，母亲的病又恶化了。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母亲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了，只好卖掉干洗店，把父母接到身边，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公寓里生活。现实又一次把这个热爱科学的女孩逼到了十字路口。面对麦肯锡薪资优厚的 offer， 李飞飞动摇了。她不忍心再让父母被贫穷折磨，她不能只顾自己。可是母亲依然没有向现实低头。她告诉女儿，追求科学理想并不是自私，他们一家人是一个整体。打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起走的。不管你是否成为科学家、研究人员，或是从事其他我无法想象的工作，不管你是否赚到一点钱，从我们的飞机从上海起飞的那一刻，我们一家就是为这个目标在努力。我了解我的女儿，她不是什么管理顾问，她是个科学家。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不是让你放弃。从此，李飞飞不再质疑自己的道路，每天热情满满地投入科研。他不仅完成了机器学习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图像数据库 Caltech 101，还在工作中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来自意大利的研究生希尔维奥。2003年，李飞飞获得硕士学位，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虽然这个时候人工智能还处于寒冬之中，但是再过不久，冰冻就要消融了。博士毕业之后，李飞飞前往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任教，不到1年又受邀到普林斯顿。在和同事聊天时，李飞飞了解到，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大师米勒曾经做过叫 WordNet 的词汇分类集合，按照词汇的意义而不是字母顺序进行排列。受到启发，李飞飞希望在之前 Caltech 101的基础上构建 ImageNet 图像集合，但是由于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员和算力的投入，周围的同事没人支持他，更没人愿意和他合作。第一个支持这个项目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电脑科学专家李凯教授，他还给李飞飞捐赠了工作站。但是由于李教授要休学术长假，他的研究生邓佳和李飞飞开始了 ImageNet 的开发。邓佳后来也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专家，在普林斯顿任教。但是刚开始不久，他们就难以推进了。2万多个类别，2000万图片的下载、分类、标注、审核，工作量过于庞大。按照当时的条件，需要19年才能完成。就算李飞飞等得及，需要博士毕业的邓佳也等不及。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收效甚微。到2007年，经费就快要烧干了。转机往往出现在不经意的时候。就在李飞飞愁眉不展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带给他一个惊喜。当时亚马逊的外包平台 AMT 刚刚上线不久，利用网络外包可以解决 ImageNet 的难题。最终依靠数千名网络大军的帮助， ImageNet 不到1年就完成了。2009年，李飞飞接受邀请到斯坦福任教。多年的学术研究，李飞飞对商业世界并不熟悉。
而斯坦福与商业的紧密联系，还有硅谷众多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企业，吸引他将实验室搬到了斯坦福。他也希望未来能让自己的研究走出实验室，推向全世界。来到斯坦福后，李飞飞发布了 ImageNet， 但是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引发巨大的反响。2010年，为了推广 ImageNet， 他们决定举办 ImageNet 大规模的视觉辨识挑战赛。参赛者以 ImageNet 的图片训练算法，然后用这些算法处理一组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图片，再用准确率加以排名，错误率最低的算法获胜。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开局不利。2010年的比赛令人失望，2011年更是惨不忍睹。ImageNet 就像一场赌注，这个时候李飞飞也开始反思是不是该到此为止，她的热情和信心一下子都没有了。而且她怀孕了，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医生建议她好好休息，不要四处奔波。更不幸的是，她的贵人、挚友、父亲一般的萨贝拉老师癌症晚期，不到3个星期就去世了。生产之后忙于照顾孩子，本来不打算参与2012年的 ImageNet， 但是一个电话让李飞飞放下一切，飞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一届比赛就是我们在黄仁勋那期提到过的令 GPU 大火的那一年，获胜者 AlexNet 准确率达到了 85%， 比前一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届比赛带火的不只有 GPU， 还让神经网络算法再现生机，也让全世界真正认识到了 ImageNet 的价值。人工智能的寒冬已经远去，很多熟悉的教授都开始离开校园，走进科技企业任职，这其中也包括李飞飞的丈夫谢尔维奥。由于母亲生病，需要经常在医院陪护，李飞飞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医护人员的辛苦。当他得知每年因为医疗疏忽会导致10万人死亡的时候，他惊呆了。他开始考虑如何用 AI 解决医疗疏忽的问题，如何用 AI 更好地为人服务。2016年 AI 的研究如火如荼，各个大厂都不惜砸重金，希望率先取得突破。李飞飞迎来21个月的学术假期，他决定走出校园，到谷歌担任首席科学家。这个时候，他开始更多地思考 AI 的伦理问题。回到斯坦福之后，李飞飞提出了以人为本的 AI， 建立了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朝着如何让 AI 更好地尊重人类，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继续探索。2024年的第2个学术假期，李飞飞创业，主要研究空间智能。公司建立不到4个月，估值就超越10亿美元。关于空间智能，他解释说，不仅要让机器能够看、能够学，还要让机器可以做。Spatial intelligence are allowing machines to interact not only with one another, but with humans and with 3D worlds, real or virtual. What excites me the most in the future is a future in which that AI grows more perceptive, insightful, and spatially aware, and they join us on our quest to always pursue a better way to make a better world. 有位网友说过，我们希望 AI 能够帮我们干活、做家务，帮我们工作，我们可以玩音乐、学绘画、享受生活。可是现实却是 AI 在做音乐、搞绘画，抢我们的工作。这个评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虽然有些玩笑的成分，但是也说明了人们对 AI 的期待。这一点很符合李飞飞以人为本 AI 的理念。当然，也有很多人担心科幻电影中的恐怖情节会发生， AI 过于强大会奴役人类，会变成战争的机器等。李飞飞说，现阶段对于这种担心还太早了，现在的 AI 还处于非常基础的阶段。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呢？不能把一切都交给科学家、企业家或者政治家们。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偏见。我想，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关注、思考、讨论，甚至是质疑。只有大众的关注，才能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谢谢你的收看，欢迎点赞和订阅，下期见。